爷，有追兵，听蹄声，至少一个队。单长大，走。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，回京复命，速开城门。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、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赵弘殷，末将在。你办的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。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，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卫亲军司听命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是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。
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阔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啊！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朕还有吴越国。吴越国东面临海，南面与闽接壤，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。为求存续，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治中国之策，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，以保境安民。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。在此战略之下，吴越国专注内政，发展民生，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。去岁在建州，大军没了粮草，惨遭败局，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，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，大王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。为何我们讨个饭吃，兄弟们都不得歇着，这是何道？外甥日子过得久了，长脾气了，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。同进参见胡令公。老令公这话，我等可担待不起。亡命黄花，谁敢轻忽？只是为了替去灾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好要一些赏赐而已，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。老令公是军中元戎，此中的情弊，自然是晓得的。你是天福2年部的军纪，今年也有65了吧？回老令公的话，末将是7月的生日，全马齿66了。当年许在司之乱，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！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，去宣州田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这才收拾了首尾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府上人人为难，不肯跟从。大王去宣州的时候，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。往事一一，死之令人唏嘘啊！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。你是个忠心的，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。将周平伯爵一家拖出去，斩了。哎，老令公，哎，大郎君，大郎君，末将不服，末将不服，大郎君！令公，军中这些酒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承平日子过得久了，难免被拦懈怠。令公他这。大王既许了你兵权，郎君不可妄自菲薄。是。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。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儿臣来不及阻止。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，孤曾允诺过他，若是能活着回去，此生定护他周全。周平聚众讨要赏赐，祸乱军心。勿速往遗训，勿伤手足。兄弟之情，断了手足，难再续。传我的令，开内库，厚葬周平。连夜补发赏赐。内库为王上私产，
不由户部外府节制，不奉王命，一卷一礼，亦不能支纳。职责所系，请记移，恕末将无礼。都将须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大王手教。末将粗鄙，便不得硬要真伪。已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，请机宜稍后。王命如火，恐不能稍待。便不得真伪，请恕末将不能奉教，得罪。戴太尉不到，但有一人进得门前10步，就地格杀。